魏无羡这是一天内第3次被爆了，他实在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个好事还是坏事，好像自己故意诓骗一个清白的优质 alpha 一样，还乘人之危揩油对方，实在是太过无耻了。蓝湛以为他还有哪里受了伤，将人扶到床上后就想开灯，你有医疗箱吗？魏无羡碰了碰他的手背，拦住他，不用了，我们睡吧，我就是腿麻而已，别麻烦了。你身体才不好呢，我都没问你头还疼还晕吗？睡得习不习惯？要不要喝水？蓝湛摇摇头，又怕他在黑暗中看不见，开口，不，很习惯。蓝湛，你话真少，我3个问题你就回答4个字啊。魏无羡笑眯眯地将人按了下来，还给他盖好被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是我睡觉喜欢抓或者抱着东西，我明天看看有没有什么折叠床、气垫床之类的。蓝湛想了想他家里的空间，摇头说，不用，没关系。什么？魏无羡诧异万分，撑起身子去看他，你不会愿意跟我一直睡一张床吧？蓝湛有点不好意思的往被子里缩了一下，蓝湛你嘶！魏无羡动作一大，就觉得胯部好像刚刚撞到床沿，也挺痛的，伸手又去揉自己的胯部，早知道就不买木床了，这也太痛了。蓝湛担忧不已，愧疚更浓，想了想小声说，要不要我帮你？帮我什么？魏无羡没听懂。蓝湛觉得自己的脸快烧起来了，帮你揉。魏无羡觉得自己的脸也快烧起来了，不用。魏无羡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真的要心肌梗塞了。蓝湛不懂事，他难道还不懂吗？他把神色认真的 Alpha 的眼睛强行蒙住，故作生气地说，听宪哥哥话呀，你一个 Alpha 怎么可以说出帮 Omega 揉屁股的话呢？这也就是我，以后可不许随便这么对别的人说呀。蓝湛握住魏无羡的手腕，从他手指缝里看到那一双亮晶晶的眼睛，令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，这才听话吗？魏无羡伸手揉了揉他有点散乱的刘海，看他懵懂的神色，实在恨不得想去亲他一口，立刻暗骂自己了一句，躺了回去，睡觉了。蓝湛，晚安。蓝湛拨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轻声说，魏婴，晚安。大早上魏无羡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，他睡眼惺忪地摸了半天手机，却不小心把手机拨到了地板上，发出啪嗒一声。魏无羡这才坐了起来，刚想去拿，就发现手机已经被人塞入了手心，定睛一看，蓝湛，你起来了？蓝湛点点头，欲言又止地看着他。魏无羡倒是想问他睡得怎么样，可电话铃声催得急，他只好先接电话，魏无羡，你赶快给我来工作室。上次那个姚小姐说要的设计图你画好了没有？浑厚的男声听上去有些气急败坏，人家亲自到工作室要来见你，你给我把图纸带过来亲自解释。什么？我说刘老板，我有说要给他画吗？我上次不是拒绝你了吗？再说，我暂时目前还不想做礼服类的服装设计，我最近接的活都是休闲风格，不是吗？魏无羡不耐烦地说。对面的人一时语塞，换了个舒缓的语气劝道，我说无羡啊，你上次那张随手画的设计图可是得了最佳设计奖，你可是全能。姚小姐就是看中了你的才能，这才指名道姓非要你来设计的呀。那我也没画，你让他回去吧，我这儿还有事呢。魏无羡做事就要挂电话，对面显然已经不耐烦起来，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威胁道，魏无羡，你别忘了你跟工作室还有3个月的合约，我不管你是要离职还是找到了下家，现在你还是我们工作室的设计师。这个姚小姐可是姚董的独生女，你知道姚董是谁吗？你知道姚家和兰陵集团是什么关系吗？我告诉你，这设计你是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你给我马上到工作室来招待姚小姐。魏无羡瞪着已经挂断的电话，讽刺地笑了一声，切，不过是兰陵集团的附属公司姚氏，还真当自己是跟算了。想着自家姐姐江艳离现在已经嫁给了兰陵集团少董金子轩，若是知道这件事，肯定又要麻烦他了。算了，去就去吧，熬完这3个月，我就能拥有自己的工作室，不用再看人眼色了。魏无羡决定还是忍一忍，而且我现在还得养蓝湛呢，多接个活也不是什么大事。魏无羡看着站在一边的蓝湛，笑着问，怎么啦？蓝湛眨了下眼，抿唇道，你还疼吗？魏无羡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摸了一下自己屁股，
哦，不疼不疼了，我皮糙肉厚的，你看就床到地板这么点距离，缓一缓肯定就好了。为了让人放心，魏无羡还特地啪啪拍了2下自己的屁股。蓝湛看他笑容灿烂的样子，蹙起的眉头才松了些。我听说Omega的身体都很娇贵，我以后不会那样了。哟，你还懂得不少吗？还知道Omega的事情，小小年纪都是谁跟你说的？魏无羡忍不住伸手去搔他下巴。是我母亲。蓝湛有些低落的低下头。魏无羡心疼死了，赶紧去拉他的手，歉疚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，你别难过。”别看蓝湛似乎一张冷若冰霜的脸，可说到母亲的时候，依旧能看出一种眷恋和迷茫，似是不知道母亲发生了什么。他抬头看着魏无羡说：“魏婴，叔父和兄长说，母亲她不在了。是否我平时功课做得不好，所以她才不在了？那她什么时候才会在？”魏无羡鼻子一酸，想到自己小时候的事，松开他的手，然后抱住了他。蓝湛，你的母亲呀，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在那个世界，她会有新的生活，那里还有我的父母，说不定他们会认识呢。等过了许多年，我们也会去那个世界的，到时候我们都能见到他们的。另一个世界？蓝湛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，他感受到魏无羡抱着自己的温暖，眼光又落到了对方后颈处的那块散发着甜香的软肉处，沉默地回报他：“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”魏无羡笑着拍拍他的肩膀：“不过我马上要出门工作了，你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吗？”蓝湛脸上还是没有什么表情，可一双琉璃色的眼睛却看着魏无羡，硬生生能看出一丝不舍，嘴上却说：“可以。”哎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魏无羡拉着他的手絮絮叨叨：“我也不知道我去多久，万一1天不回来，那你吃什么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不放心你到处走啊，你也不认识别人，更不认识路，连个手机也没有。”蓝湛抿着唇不说话，心里像是被投进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石子，将心湖荡得涟漪阵阵，既暖又熨贴。那你跟着我去工作是吧？反正你这么乖，也不爱说话，我就说你是朋友，来夷陵找我玩的，正好我也能早点脱身。魏无羡想到那个什么姚小姐就一脸厌烦，实在很不想去。蓝湛看他这副模样，不由好奇地问：“你不想去工作？”魏无羡摇头：“不是不想工作，是那个客户我不喜欢。”对于女人，魏无羡一向是很尊重的，可这位姚大小姐实在是太过分，自己的私生活乱得很，而且找她也不是看中自己的设计，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魏无羡不知道拒绝了多少次，可这女人砸钱不成，居然还派保镖在酒吧给自己下药，要不是遇到温宁恰好来找自己，恐怕他那次还脱不了身。既不喜，为何要去？蓝湛不太明白。